你是不是也以为人老了体重没有变就是健康呢？或者觉得练肌肉只是年轻人为了身材好看才做的事？今天这支影片可能会彻底颠覆你对健康的认知。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邱医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是不是有经常在锻炼你的肌肉，做阻力训练？如果有的，请在下方留言区里面打1；如果你很少在做阻力训练，请在下方留言区里面打0。今天的节目对你的健康非常重要。如果你把这个影片看完，真的去做了，你一定可以活得更健康、更长寿。医界已经证实，从30岁开始，你的身体正悄悄发生一场资产的流失。我们每年大约会损失1%的肌肉量，到了50岁以后，流失的速度更加速到每年2%到3%。当你到了70岁，竟然不知不觉会流掉40%的肌肉。在医学上，这个叫做肌少症 （sarcopenia）。肌肉流失不是只有让你觉得没力气这么简单，它其实是一场健康的骨牌效应。很多人把肌肉当成肉块或者是肥肉，但是呢，在现代的医学里，肌肉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跟新陈代谢器官。首先呢，它是血糖的缓冲池。我们吃进的糖分、淀粉转化成葡萄糖以后，最主要的去处就是肌肉。权威医学期刊《糖尿病照护》（Diabetes Care） 里面有研究明确指出，肌肉量较少的人，身体处理血糖的能力比较差，胰岛素阻抗跟罹患2型糖尿病的几率就会增加。不仅如此，肌肉在运动时还会分泌一种肌细胞激素，这种激素能够像传讯兵一样调控你的免疫系统，帮你的身体对抗发炎。所以呢，留住肌肉就是留住你的免疫力跟你的代谢力。听到这里，你可能会问邱医师，那我该怎么把流失的肌肉找回来呢？答案很简单，就是阻力训练。你不需要每天在健身房里面泡2小时。医学研究证实，每周2到3次，每次只要15分钟的阻力训练，就可以为你的身体带来巨大的变化。世界顶尖医学期刊《刺络针》（Lancet） 有多篇的论文都证实，肌力训练能够直接改善糖化血红蛋白 （HbA1c）， 这是逆转第2型糖尿病最有力、最强的武器。同时，对于困扰很多人的骨质疏松症，医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沃夫法则 （Wolff's Law）。骨骼会因为承受机械的负荷而变得更为强壮，这意味着当你透过阻力训练给予骨骼适度的压力，骨质才会牢牢的锁住。阻力训练正是目前医学公认对抗骨质疏松最有力的非药物的手段之一。在推动这个观念的先驱当中，有一个最受瞩目的医学博士 Gabriel Lyon，他是肌肉导向医学的创始人，他提出了一个核心观念：我们不是脂肪太多，而是肌肉太少。而要维持肌肉，除了运动，更要懂得怎么吃。所以呢，他就连带引发了一场早餐的革命。根据营养学期刊的 Journal of Nutrition 的研究，人体合成肌肉有一个亮氨酸门槛，亮氨酸英文叫 leucine， 也有人翻译成白氨酸。这个门槛的意思就是你不能每天只吃一点点蛋白质，达不到这个门槛。每天必须要超过25到30公克的优质蛋白质，才能真正启动蛋白质的合成。而且呢，研究发现把蛋白质平均分配到3餐，例如早餐30公克，午餐30公克，晚餐30公克，效果比你白天随便吃或者晚上大量吃效果要好得多。尤其是银发族，因为身体会出现分解阻抗现象，对蛋白质的需求量其实不会比年轻人少。看到这里，你是不是想要明天早餐立刻多加2颗蛋，像邱医师上个影片讲的吃蛋的内容？但是请等一下，虽然科学证据很扎实，但是我们还是要理性看待，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如果你本身有肾脏病或其他慢性病的病史，在实行这种每餐30公克的高蛋白饮食之前，请务必先咨询你的医生或专业的营养师，因为高蛋白饮食不见得适合每一个人。肌肉不是神秘的救命仙丹，它是你身体里面最好的朋友。投资理财有赚有赔，投资肌肉稳赚不赔。太多的文献都指出，肌肉量跟全死因的死亡率呈现负相关，也就是肌肉量越多的人的死亡率越低。所以建议各位邱正红谈健康的网友们，提早为自己的肌肉银行开户存钱。你是不是打算在看完这个影片之后就开始做计划，进行15分钟的阻力训练呢？欢迎各位在留言区里面留下你的训练计划，跟大家分享。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们下回再见咯，拜拜。我们的频道已经开放加入会员，欢迎大家来加入频道的会员。加入的会员呢，邱医师会优先回答你留言上面所提的问题，而且你留的问题呢，也非常有可能优先成为邱医师下一个节目的主题内容。我会拍影片来回答你所关注的问题。各位朋友，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所讲的，请在下面按个赞，
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到兴趣，想要获得最新的讯息，请按订阅。下回见。